中国新冠肺炎的管理方式和做事失败了吗？因为新冠肺炎的德尔塔病毒传播性非常强，所以在中国上个月又出现了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情况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在咱们德国的新闻平台上面看到了这个消息。这个消息就是说，中国这边虽然管理的非常严格，但是现在还是来了一波疫情，还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情况，所以可以算是失败了。然后就说管理的这么严格，做这么严格的措施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，因为还不是来了一波疫情吗？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和这些外国的新闻平台同意吗？你们也是觉得这个算是失败了吗？请你们现在跟 Marky 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是什么。我的朋友们，我是 Marky， 非常开心看到你们又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。但是这些新闻和媒体具体是怎么说的，我的朋友们？然后现在过了1个月之后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来嘛，Marky 给你们说一下。我的朋友们，今天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天，因为今天 Marky 休息，白天的时候天气超级好，所以白天的时候 Marky 抓紧机会，然后我又去蒙嘴湾游泳啦。然后现在晚上的时候 ，Marky 来到九眼桥附近来散会儿步，看一下这边的情况，因为也很久没来过，所以住在九眼桥的朋友们，快点出来，一起散会儿步。成都九眼桥。我的朋友们，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到，成都这边现在生活正常的很，白天去游泳，晚上在这边在附近的酒吧都开门，都是正常营业的。包括说现在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大部分的人已经完全感觉不到这个疫情的情况，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。那么你们觉得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又自己走了吗？那当然不是了，我的朋友们，肯定是因为当时被发现了之后，有一个特别严格、特别快的一个反应。当时在中国这边又开始执行规定非常严格的措施，然后所有的人都戴上口罩，做核酸检测，居家隔离，然后过2-3个星期，这个事情又控制下来了。我的朋友们，7月开始的时候，中国和成都这边新冠肺炎的情况确实不是很完美，确实有一点严重。那个时候看到我们德国的一个新闻平台就说，哎呀，你们看中国管理的这么严格，措施这么严格的情况下，那么还不是爆发了吗？他们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这一波疫情爆发之前，我们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事情，一直在正常的生活。反正他们的意思就是，你们看中国现在也爆发了，在我们国外也不怎么控制得下去，所以你管理得很严格，或者稍微不那么严格，区别也不大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比较清楚，这个肯定并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反正就是刚刚今天 Marky 看到了一个消息，就是今天中国国内新增加的新冠肺炎病例0。我的朋友们，你们自己说厉不厉害呀？只过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已经完全把这个情况控制下来。那么你们也知道，控制下来了之后，这边国内的生活又可以
恢复正常了。所以说，我不知道你们的一个感受是什么，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这也太厉害了，这难道还能叫失败吗？那么现在，我的朋友们，过了1个多月之后，完全控制下来了之后，外国的那些新闻平台和媒体，他们有说什么吗？其实说实话也没有什么非常好说的，但是他们就是不说。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消息，就是说哦，中国这边好像最近的这个疫情控制下来了，还不错。反正就是刚爆发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说得很夸张，然后现在控制下来了之后又把这个事情说得很小，就很正常嘛。我就是觉得这次又说得太搞笑了，太丢脸了。开始的时候就在那儿讲，这不是又爆发了吗？又变得很严重，这次一定是控制不下来的。然后还说这个方法，这个管理的方式失败了。然后现在控制下来了之后，你就假装你不知道这个事情，然后当作你没说过这个事情。其实说实话，我的朋友们，如果我们国外学一下中国的这个管理方式，这次疫情早就结束了。我是觉得吧，要少点说废话，少点去看别人的情况，多一点去管好自己国家里面的事情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没有办法，每个地方怎么开心怎么来，就按照自己的一个方式去处理。反正我是觉得在中国这边还是处理的非常棒。哇哦，这儿又在修地铁，天哪！我的朋友们，我现在到河边了，已经到四川大学旁边了。你们看，对面就是四川大学。说实话，我现在都有点好奇，下一次我们的新闻又会想出来什么鬼？但是呢，我的朋友们，马克现在再散一会儿步，然后看一下坐成都的地铁回家，还是又骑个自行车回去。现在我也很想知道，你们听到外国的这些新闻和媒体说中国这个防控疫情的做法失败了，你们是不是也会觉得超级搞笑啊？甚至都有一点点尴尬呢？非常期待在评论里面看一下你们的一个看法是什么。